这期和你分享用吐司膜做蛋糕，外形看起来像古代的枕头那样，内部组织松软绵密，还有2种口味混合的香兰紫薯枕头蛋糕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妍，欢迎收看我的爱心食谱。我们开始制作吧。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大碗，这碗是用来打发蛋白霜的，把它放在秤上，将空碗的重量记录下来。接着把4粒 A 级鸡蛋分出蛋黄和蛋白，把蛋白放进刚才的大碗，蛋黄就需要分去2个不同的碗，一个碗2粒蛋黄。我们先来调香兰蛋黄面糊，加入50克玉米油，还有50克牛奶。先将它们搅拌到乳化，也就是油和水混合均匀。然后把50克低筋面粉和2汤匙的香兰粉过筛进去。用刮刀或打蛋器拌均匀。不同牌子的粉吸水性会不一样哈。如果你的面糊太粘稠，可以适量的加一点清水或牛奶。最后拌好的面糊是顺滑而且有流动性的。好了之后就来调紫薯的，加入50克玉米油，还有85克牛奶，同样要先搅拌至乳化。这里用的牛奶比较多，是因为紫薯的吸水性比较强。然后把50克低筋面粉和2汤匙的紫薯粉过筛进去拌均匀。同样的，可以依情况来加一点水。蛋黄面糊太粘稠的话，混合蛋白霜时会严重消泡，所以有流动性的蛋黄面糊是最理想的。在开始打发蛋白之前，先去预热烤箱摄氏160度。接着把大约1茶匙的柠檬汁加进蛋白里，这有帮助稳定蛋白霜的作用。还有1/4茶匙的盐来增添风味。然后用打蛋器高速打发蛋白，在打发到有出泡泡时，开始把80克细砂糖分3次加入。将蛋白打发到纹路明显，而且提取打蛋器时有小弯钩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加入10克的玉米淀粉，用低速拌匀，这是让蛋白霜更稳定，不容易消泡。接着将混合好的蛋白霜放在秤上，将这个总重量减去空碗的重量，就得到蛋白霜重量，然后再除2。所以1碗蛋黄面糊需要加入大约140克的蛋白霜。用切拌和翻拌的手法，将蛋白霜和蛋黄面糊拌均匀。我这个膜呢已经变粘黏了，然后在底部放烤纸，一是可以遮住洞，二是方便脱模。将2个拌好的面糊倒进模具里，这里我分4层来倒，也就是紫薯香兰、紫薯香兰，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哦。装好面糊后，先在桌上敲几下，敲出一些大气泡。然后送进预热到摄氏160度的烤箱，上下火烤15分钟。打开烤箱，用小刀在中间划1刀，再送进去继续烤60分钟。请依照你烤箱的脾气自行调整时间和温度哦。烤好后拿出来敲几下，让内部的热气可以迅速散发出来。然后再倒扣晾凉最少1个小时。今天有的吃好了。
等蛋糕凉了，用刮刀划开四边，就能倒扣唾沫了。在撕掉底部的烤纸时，你可以看到底部是有稍微有凹的。等后面心得分享才结束吧。哎呦，说切歪去不啦？一偏歪就偏偏歪了。切这款蛋糕就像开盲盒那样，内部图案可能会和你预期的不一样哦。蛋糕拿在手里感觉很轻盈、很松软，而且回弹力很不错呢。吃下去的时候，可以同时吃到板蓝和紫薯的味道，软绵不会干，好吃哦。其实这款蛋糕是戚风蛋糕用吐司模来烤，所以模具呢不建议用防粘的哦，蛋糕才能抓着模具往上爬。蛋糕底部会凹，是因为放了烤纸，在倒扣晾凉时就抓不住底部哦。所以传统的戚风蛋糕是用活底膜，而且都不放烤纸。我自己也试了，把最后混合好的原味面糊再分2份出来混合紫薯和香兰粉。虽然制作上会比较方便啦，但消泡得很厉害，最后成品比较扎实一点哦。还有想要得到中间裂开的效果，除了半途拿出来划线之外，也可以在进烤箱前放1排的黄油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麻烦的话，就让它自由爆裂是最轻松的啦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第一次做的不好，请不要灰心。所谓 practice makes perfect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帮忙点个赞、订阅和分享给你的亲朋戚友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